IDF 金国号作为台湾地区自行研制的第一款喷气战斗机，一直受到较多的关注。对于多年使用美制作战飞机的台湾军方，为何会产生自主研制喷气战斗机的意向呢？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铁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台湾在美国技术协助下设计开发的轻型超音速喷气战斗机 IDF 战斗机。1982年，中美发表817公报。美国开始限制对台湾军售的水平和数量，台湾空军装备的 F-104、F-5日渐老迈，更新替换的机型一直没有着落。当时台方心中最佳的选择是美国刚刚研制成功、先进程度仅次于 F-15的 F-16AB 战斗机，但美方拒绝出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当局决定自行开发军用喷气式战斗机。新战机的研发在美方允诺技术支援下，于1983年展开，并被命名为 IDF。IDF 整个研发计划被称为安祥计划，细分为4个子计划，分别是空气动力和机体设计的鹰扬计划、发动机采购与试制的云汉计划、开发飞行控制和航空电子系统的天雷计划，最后是自行研制空对空导弹的天剑计划。整个研制计划最终耗费超过10亿美元。项目从1983年展开，1988年完成原型机的制造，由于软件等方面的原因，拖延了1年左右，到1989年5月28日才完成首飞。1988年12月10日，第一架 IDF 原型机出厂，1992年进入空军服役。该战机型号为 FCK-1，其中 CK 代表着经国2字拼音的缩写，并命名为经国战机，用以纪念蒋经国。IDF 于1994年开始量产，最初计划生产量为250架，以月产3架至5架的速率持续生产5年。但由于此时已经向美法成功采购的 F-16和幻影2005，IDF 订购数量减少到130架。由于 IDF 的研发是与美国的通用动力公司合作，提供了技术支持，这使得 IDF 在很多方面有模仿 F-16的痕迹。IDF 战斗机采用一身融合体边条翼设计，一根前缘的大边条一直延伸至座舱两侧，可有效改善大迎角飞行性能，还可显著提升机体结构强度。该机采用了双发单垂尾，肋下两侧椭圆形固定进气口，中等展弦比中等后掠角中单翼布局。机体大部分采用金属结构，少量采用复合材料。IDF 的起落架为前3点式。前起落架向前收，主起落架向内收，进入进气道侧面。后机身没有着陆尾钩，可利用跑道上的应急阻拦索缩短飞机的着陆滑跑距离。增压和空调座舱采用航空研究公司的空调系统，数字式电传操作系统用右侧驾驶杆控制。舱内装有抗高过载的大倾角座椅，这种 MK1200弹射座椅由马丁贝克公司提供。IDF 原本计划采用一台 F-4动4型涡扇发动机，后因美方拒绝出售而改为 TFE-1动4两7动。该发动机原来是作为高级教练机的动力装置设计的，推重比为 6.9， 其高压压气机为离心式的，不太适合作为高速战斗机的动力装置使用。TFE-1动4两7动的先进之处在于采用了数字式的控制系统，其加速性能比较好，由慢到最大推力只需要5秒。并且检测维护方便，可靠性高。但是装在 IDF 上，正常起飞的推重比仅为 0.88， 对于战斗机而言还是偏低。IDF 的机载雷达性能相对较好，这种雷达是由 APG-67改良而来的金龙53型脉冲多普勒雷达，拥有15种操作模式，包括8种空对空、7种空对地功能，具有超视距空战的能力。其航电系统也较为先进。装有一台平视显示器，2部多功能下视显示器，能显示导航、通信、雷达和武器信息等；一套 H423型激光陀螺惯性导航系统，能为飞机提供准确的导航和火控参数。IDF 还装有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电子对抗装置，其驾驶舱的布置和 F-16十分相似，右侧是飞行姿态操纵杆，左侧是发动机推力控制杆。飞行座椅可向后倾30度，以提高飞行员的抗过载能力。IDF 战斗机成员 AC 型1人
，B地形2人，机长14.48米，机高4.7米，翼展8.53米，翼面积24.26平方米，空重6492公斤，最大起飞重量12530公斤，最大速度1.8马赫，最大航程1100千米。发动机2具 TFE 1动4两7动 A 涡轮扇发动机。IDF 有9个挂架，分别为左右翼端各一个，左右翼外侧各一个，左右翼内侧各一个，左右发动机进气口外下方各一个，机腹中线一个。IDF 的固定武装为一门20毫米 M61A1 火神炮，配置方式与 F-16相似，皆位于机身左侧翼前缘边条板根部，配弹400发左右。担任对空作战任务时，外挂2枚中程天剑2型空对空导弹和4枚短程天剑1型空对空导弹，于左右翼外侧以及翼端挂载天剑1型导弹各1枚。机腹中线搭载天剑2型导弹2枚，左右翼内侧挂载1040升副油箱各1具。这是 IDF 战机最典型的空优作战武装。担任对地任务时，左右翼一端各挂载1枚天剑1型导弹。挂载 Mk82通用导弹时，机腹中线可挂载2枚，其他挂架可搭载1枚。如果挂载 Mk84重型通用炸弹时，左右翼内侧以及机腹中线可各挂载1枚。Mk 2动10眼集束炸弹最多可挂载10枚，燃烧弹7枚，火箭吊舱3至4具，左右翼内侧以及机腹中线可以各挂载1具1040升副油箱。虽然 IDF 可配备的武器系统不少，但由于主要执行以防空作战为主，故空对空导弹为最重要的配备。在 IDF 战斗机顺利完成量产后，2001台湾投资70亿，在 FCK-1A-B 战斗机的基础上研制 FCK-1CD 战斗机，也就是翔升计划。新型战机上配备着改良型 GD53 雷达系统、先进彩色数字化航电系统及新型32位原飞控电脑，并可在机背上加挂2具适型油箱，以扩大作战半径。2004年7月19日完成首架单座机出厂，同年10月完成单座机首飞升空。2007年3月15日完成双座机首飞，并于2007年3月27日被命名为雄鹰。雄鹰战机的研发，除了机上电子装备的数字化现代化之外，更重要的是掌握了飞机核心软件，因此成功整合中科院研制的导弹，包括万箭导弹与华射式歼2导弹等。翔升计划的测试持续到2009年，同年12月的翔展计划开始，为台南基地下辖的71架 FCK-1实施升级，并于2013年底前完成升级工作，交付空军。除此之外，对清泉港基地的56架 FCK-1战机进行性能提升，成为翔展2号。全数共有127架的战机于2017年12月21日完成性能提升。本期关于 IDF 战斗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